好，欢迎来到爱生活。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噔噔，大赛。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刚喝上瘾的一个日本清酒，那它叫做塔基，英文名是大赛。这个酒其实我之前呢在网上有开始看到它蛮受欢迎，那时候我只记得号码就23、39还有45，那我其实根本都不知道这一些号码是代表什么来的，就只知道大赛23是最贵的。那我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想要去买过来，然后试一试，然后现在终于就把这3瓶集完全部在这里，然后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试喝，然后开箱。对，开箱。那为什么它一定要用23、39、45呢？对啊，这后来我就去研究了这个东西嘛，它是叫做像23是叫做2格3分，然后这个是3格9分，然后这个是4格5分。啥意思？这个是他们的属于叫做精米步合。那等一下我会再多详细的讲。其实塔基呢是有一家叫做旭酒造的公司出产的。在1984年的时候，这个旭酒造酒厂是差一点要面临破产的啊。那这个旭酒造的老板就把他的儿子引颈脖子叫回来去接管酒厂嘛。那接管了这个酒厂之后，他一开始也想要提高那个业绩呢。当时候旭酒造出的那些酒是很便宜的酒，那时候他们只能做的就是打价格战。我当时做了之后也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他就真正的是孤注一抛吧。就是他YOLO，他就是想要把这个公司真的是做到高端的酒，而不要做这种低廉的酒。因为其实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跟他的爸爸就是因为意见不合，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旭酒造的这个酒厂工作嘛，他就去外面做他自己的生意。他做的是那种批发食材的生意，然后他就是在做生意的那时候就发现了，只要产品的质量越好，就是越好卖的。那现在好了嘛，反正做低廉价、做促销也都做不成，那我们就把这个生产线砍断，我们就去做最高端的，就是做高端清酒的这个市场。哇！但是祸不单行，就是在日本呢酿这种清酒呢，他们是有规定时间的，就是只有在冬季的时候才能酿这种酒的。有个夏天。不是，就是他怎么说呢？因为他们酿酒呢，他们要请一个酿酒师。那他们在日本呢，其实有一个集团叫做杜氏集团，是专门批发这些酿酒师的。但是呢，杜氏集团呢，不但只没有派酿酒师去旭酒造的，他们还把旭酒造公司里面的一些酿酒师挖过去他们的集团。所以那时候呢，他们被挖到整个公司只剩下4个人而已，再加上他就5个人。所以他们就决定了，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自己来呗。那他们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嘛，那他们就只能用科学的方式去酿酒，才是对的呀。现在你觉得是对的？就现在我们就说大数据是很普遍的东西，但是在90年代是电脑刚刚开始普及的那时候。那也很神奇啊，有这个思想，对，很厉害。因为他就说我没技术啊，没经验啊，那我只能够收集数据来不断的从事物中去更进化自己嘛。Try and error 嘛，但是也因为他用了这种科学的方式去酿酒，他就发现了，其实我只要能够制造出一个低温的状态之下，他还是可以1年365天都酿酒。刚才我们不是说到23、39、45这种2格3分，其实就是他们怎么样的去做这个精米步合嘛。那到底精米步合是什么呢？那首先我们先要从这个日本清酒的分类来开始说起。那塔基的这些酒呢，都是属于纯米大吟醸的这个级别的。那首先呢，我就先把纯米跟大吟醸分开。纯米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清酒呢，就是只用米、还有水、还有那个发酵物去把它酿出来。那如果不是纯米的话呢，它里面是可以添加一些酒精，不代表说添加酒精就不好。你会发现啊，有一些清酒可能有樱花味的，那其实是那个带有樱花味的酒精加了进去在酿酒的过程。那纯米的话就完完全全就靠的就是那个米的那个香味去为这个清酒带来它的味道嘛。吟醸跟大吟醸呢就关系到这个精米步合了，就是那米的话不是它整颗都拿去吟醸的，它是要去磨掉这个米的外壳的。因为呢米的外壳呢它其实是富有那种蛋白质还有脂肪，其实是会破坏那个酒的味道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的那个外壳磨掉它，只拿它中间的那个芯
所以它只剩下碳水。对，所以精米不和的意思就是说，它把那个米磨掉多少。比方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4个5分呢，就是它把那个米磨掉55%的外壳啊。那大营养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至少磨掉那个米的50%以上。即使塔基的这个入手款4个5分呢，就已经是磨掉了55%嘛，所以它所有的这些塔基的清酒都是大营养。这个塔基的旗舰品2个3分呢，就是它已经磨掉了77%嘛。其实它要磨到2个5分呢，是要用144个小时。那如果是再磨掉2%，你可能会觉得可能再多2-3个小时就能够做到。5天半吧。对啊，你可能是这样子觉得，对不对？对。但是要磨掉多2%呢，要花掉多24小时，总共要168小时来做得出来。但它很顺。对啊。所以它的这个极致就做到在这一方面了。所以呢，也就因为有了这一个塔基2个3分呢，就把酗酒造这个酒厂重新的救活回来了。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磨米的那个步骤之外，第二呢，就是他们用的是叫3天井的最好的米了。这种是专为酿酒而做的米，然后它用的水呢是山口县地下60米深的自然纯净山泉水，然后因为这个泉呢是属于软水的水质，所以酿出来的酒呢是特别的顺口，特别的润和。就是因为用料到制作过程的质量都这么高，所以大受好评，连法国的3星米其林餐馆就Robuchon 的餐馆呢也用这个清酒，觉得特别的配他们的料理嘛。Robuchon 是法国餐。它是法国餐，它拥有最多米其林3星餐馆，刚刚前2年去世的。那为什么清酒不是越收越有价值？其中一个是因为它有截止日期。对啊，截止日叫赏味期限，日本的字 OK。因为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它可以随时提高产量。对，它可以提高产量。它不需要像威士忌这样需要酿个15年、18年、30年，所以它是不需要用时间来换钱的一个产品。它的价格贵在质量，物有所值。但是如果你买到的产品是又有质量又有限量，那就是它的涨价就非常的好了。先从45，然后它一定是木塞，因为我们喝过了23，但是其他都没喝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45。那个银杏吃的那个，它开始没有这样冷的时候，有一点点的那种酸性出现了。它还是有那个 floral， 就是那个花味，它就比较辛辣一点。但是如果拿来配比较油腻的烤肉啊，我觉得还是挺搭的。这个就是39的。自己的倒多一点。立马。对，它没有那么辛辣，然后它很顺。对，有那个米的味道，还是有那个花香味。39跟45差6%而已，就有这么大的分别了。很大分别。然后这很配沙西米。来这样子可以吗？然后它有特别，每一个都有特别的那个盖，就会有个高档的感觉，带个皇冠。我觉得它的很方便诶，它的这个酒盖就是这样子就打开了。但是其实它味道是类似的，只是它就一个比一个顺，就更加不辛辣。然后这个根本你是可以单喝，借酒消愁嘛，就比较饱的那种。就他们的酒精浓度都是一样的，你说薄它也不是，就是薄，但是那个口味的那种薄，就比较顺。樱井博这就是未来人。没有，他好聪明哦，拯救了这个整个公司。就对的理念的话，永远都会
做得长久啊。所以他爸爸是部几百队里面。年了对啊，所以才做得差不多要倒闭。那他老婆叫啥名字？没有人关注，因为做不好。